桂河大桥是一部百看不厌的经典电影。电影以二战为背景，其中所展现出的文化冲突、人面对困境时的坚强勇敢、英雄主义的浪漫情节、热带雨林的壮丽风景等，无不令人惊叹。最后三人小组携炸药顺流而下，那星光下静谧的森林、湍急的河流、激战前坚强的勇士，生命和自然在这一刻极具张力，而一切宁静又转瞬即逝，紧张的气氛瞬间冲上顶点。导演大卫·李恩是电影黄金时代的大师，人们喜欢他电影里宏大的场景、连续不断的长镜头、大自然的磅礴气势、人性的善与恶，以及那些经典隽永的优美音乐。他曾创造出许多经典名作，而桂河大桥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桂河大桥这部电影在战争军事冲突的表象之下，反映出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深层次的价值观冲突。导演大卫·李恩借助二战时期的东方缅甸战场这一舞台，以沦为战俘却坚守法律条例的英国军官尼克森上校来集中展现西方价值观，而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视法律条约的日军将领斋藤来表现东方传统价值观。影片的前半段，英国军官与日本将领在不为人知的缅甸丛林里展开了思想上的较量。借助这一剧情，导演集中展现了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而借由处于战俘地位的尼克森与高高在上的日本军官斋藤，这两者身份存在巨大反差的情况下，尼克森仍凭借自己不屈的意志赢得了话语权，斋藤最终被迫无奈妥协的结果来看，导演对这两种价值观念的优劣的判断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社会，经过长期的宪政体制的浸润，已经让个体的价值一步步得到提倡与重视，而个人与公权力的关系也在权力的相互制衡中得到一种对冲和平衡，由此个人的职业伦理才能够得以凸显，相应的民族主义立场受到压制。而长久处于专制制度下的东方社会显然还没有经过这一番洗礼，因此其民众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个人生活中间的关系还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失衡状态。这让我想起今年巴黎奥运会一个很特别的观察，中国运动员的赛后采访通常会提到为国争光等带有民族情节的字眼，而西方运动员则很少提到国家或集体，其发言也多围绕着个人的职业理想而展开。诚然，奥运会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竞赛，运动员抱着为国争光的心态无可厚非，但与西方运动员相比，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念的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其中所折射出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更是不言而喻。事实上，在全球化的今天，许多运动员早已不再具有单一的国家背景和经历。如果我们假定运动员们的发言都是出于内心真实的想法，那么实际上他必然面对着的是民族主义立场与职业伦理发生矛盾冲突时如何取舍的问题，而这恰是东西方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差异。事实上，翻阅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在一步步融入西方世界，曾经在李宗仁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样让人震惊的一幕：到了1930年代的上半叶，经过以李宗仁为首的广西三杰多年的辛苦治理和休养生息，广西已经跻身为中国的模范省份。于是，未雨绸缪的李宗仁开始筹备广西空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批空军的核心教练竟然来自日本，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根据李宗仁的回忆，这批空军教练在教授广西空军时兢兢业业，丝毫看不出有任何懈怠，而且事无巨细，毫无保留地将空军技战术传授给了中国军人。要知道，回望历史，这时候已经距离卢沟桥事变只有咫尺之遥。即便在当时，日本也已经占领了满洲，只要脑筋正常的人都会清楚，中日必有一战。这一点相信中日双方的人都会明白。但即便如此，拿人钱财就要恪尽职守，日本人依然遵从了这一朴素但却伟大的工作伦理。当然，就像当年的他们应该已经预料到的那样，几年之后，侵华的日本空军在中国上空遭遇到了当时已经加入中国空军序列的他们的学生的顽强狙击。
而这段真实的历史恰好为这部电影做了另一个层面的注解。而更加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这部电影的探索并没有停留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推向哲学思考的新高度。导演在英国军官尼克森与日本将领斋藤的冲突线之外，又设置了一个美国士兵希尔斯的角色。英国军官与美国士兵虽然接触极少，两人几乎没有什么正面冲突，但两人在观念上的冲突却作为电影里的一条暗线贯穿始终。影片中尼克森上校有着英国传统贵族般的僵硬做派和顽固执拗的个人坚守。对于尼克森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法律条文更重要的，不仅自己不怕死，其他士兵的性命他也可以放弃。所以日军上校以关闭医院来要挟他屈服的做法，在他身上一点也不灵。而对于希尔斯则恰恰相反，他行事灵活狡黠，他从不看重什么规矩法律，更无视自己的职业操守，他更看重的是个体生命和生活的质量。为此，他不惜贿赂日本军官，谎称自己是海军司令，借此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乍看之下，英国军官显然是个君子，美国士兵希尔斯的做法近乎小人嘴脸。事实上，尼克森在自己的坚持抗争下，也确实越混越好，不仅自己站上了大桥指挥官的位置，连同英军战俘们的待遇也得到提升。反观希尔斯，虽然九死一生地逃出热带雨林，却被抓住了假冒司令官这一小辫子，迫于无奈重返缅甸执行炸桥任务。对比之下，似乎英国军官更胜一筹，但影片却从未放弃展现尼克森上校作为剑桥总指挥的职业伦理与作为一个军人的民族主义立场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的巨大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借由尼克森与质疑其行为的英军军医科林普顿的对话得以呈现。科林普顿始终对尼克森执着剑桥的观念保持着怀疑，并2次当面提出过质疑。而尼克森则反问军医，你给病人做手术时，会不会因为他是敌人就不救呢？这样的反问令军医无言以对，但却不能打消他内心的疑虑，以至于他在大桥最后建成通车的时刻，还是选择远远的观望，不去参与这样的成果。如果说战争双方的士兵天然的带有民族情结，那么尼克森上校为敌方阵营执着剑桥的行为无疑就是荒唐的。就好像作为国家代表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只考虑自己的得失荣誉一样，显得不识大体。但问题是，这样带有民族先决条件的战争其实本不应该发生。而反观美国士兵希尔斯，他在执行炸桥任务时的表现实在证明了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只是在他心里人的生命价值远高于战争本身。当一起执行炸桥任务的英军上尉罗登受伤，他强烈命令希尔斯放弃自己，继续执行任务时，希尔斯也绝不服从。因此，在影片最后一刻，希尔斯奋不顾身地舍身炸桥的情节才足够令人震撼。此举显然也深深地触动了尼克森上校。而影片后半段加入的一个小配角，一名年轻的加拿大士兵乔伊斯，则将这种人文关怀推向了顶点。乔伊斯作为一名曾经的会计师，他渴望参军，并自愿要求执行炸桥任务的动机，仅仅是因为生活的无聊。年轻热血的激情让乔伊斯冲动地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而不自知，同时也让他保持着尚未泯灭的怜悯之心。电影中有一个小的细节，当乔伊斯面对一个日本士兵的正脸时，他举着刀却下不去手。他不敢杀人，不是由于怯懦，因为最后当日本人背对着他时，他是可以轻易地痛下杀手的。而当他面对敌人的正面，他感受到那是一个和自己一样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心里产生的一丝同情之心让他瞬间犹豫了。逃走的最后一个日军士兵被杀掉后，镜头在日军士兵落下的一张照片和一串项链上停留了几秒，以让观众看清楚照片上的人。这短暂的几秒足以把观众的思绪从情节中暂时挪开，停下来思考，倒下去的是敌人，但也只是敌人，他有家人，有自己爱的人，他是有感情的人。
而战争让这一切不再重要，无论他是谁，无论是哪国人，哪个孩子的父亲或是父母的儿子，你都要把他当成目标，而不是人。在大桥建成后，尼克森上校视其为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他走在桥上，感慨万千，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明天就是我服役的第28年，28年的和平和战争，我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0个月，但这种生活也不错。我爱印度，我不可能从头再来，但有时候你会突然发觉你回到了开始，你疑惑，你问自己，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样或者那样有什么不同？与其他的职业比起来，但我必须承认，我经常这么想。但是今晚，算了，我走了。极致到了影片最后，看到尼克森上校与加拿大士兵乔伊斯扭打在一起，观众的心瞬间被提到嗓子眼。但仔细想想，本质上年轻的乔伊斯其实与尼克森并无不同。他们都高度认同军人这一职业，也在为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所坚持。只不过乔伊斯的做法恰好符合了我们对正确目标的预期。也许当他像尼克森一样，在军队中度过20多年后，他也会成为只会机械地遵循法律条文的职业军人。影片结局以尼克森上校最后那一刻巨大的彷徨，亦或是如梦初醒，以及他临死前1秒倒在炸药开关上，完成了炸桥任务来作为收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完成了尼克森作为英军军官应该完成的作战任务，同时他也以他的死亡为他的价值观献祭。这样的结局看似得到了两全，但这种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冲突并没有解决，留给观众的是无尽的余味。而这种看似模棱两可的处理手法，也正是导演的高明所在，也是这部电影的最经典之处所在。